紫菱此次闭关较久，但好在能感受到紫菱状态良好。楚风觉得紫菱应该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此地出关多半是能够顺利突破，于是便与武者商会会长说出了要与小鱼儿去太古沙海之事。原本武者商会会长想要陪同，他也怕楚风他们遇到危险，可得知龙木城已踏入天神境，且正在等着楚风上路后，他便决定不去了，因为他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与楚风的关系，哪怕那些人是楚风信任之人。当楚风将小鱼儿带到龙城宇等人面前，龙城宇等人也很高兴，毕竟仙海鱼族被灭之事已经传开，他们也很担心小鱼儿，因为龙城宇他们是楚风的朋友，小鱼儿也是非常信任，所以干脆没有隐瞒，而是说了真相。当然直说了仙海鱼族不想卷入纷争，暂时隐世，并没有说他们仙海鱼族与神族联手之事。龙城宇等人根本不在乎真相，只要确定小鱼儿，他们安然便觉得是好事。于是众人启程，为了快点到达，还是直接通过楚风的9天密的前行。不过到达太古沙海还是需要比到其他地方花费的时间久一些，因为太古沙海不再具有传送阵的世界之中。太古沙海在星空之中，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从外界看它是漆黑一片，因此在星空之中也难以捕捉到它，必须知道具体位置才行。并且太古沙海力量强大，无论从哪个方位进去都只会出现在一个地方，便是太古沙海石碑所立之处。经过兜兜转转的赶路，楚风等人也终于是顺利的来到了太古沙海的入口处。楚风等人为了不引起轰动，提前隐藏了身形，也还好是提前隐藏，因为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虽说谈不上人山人海，可普遍实力都不弱。抛开一些提前来到此地观察的人外，能够尽快来到这里的，那也都是有着高明手段的高手或者势力，实力自然都很强。莫说真神初期，就连真神后期以及真龙后期的界灵师也都有。只是眼下这些人只在外面观望，没有人敢向太古沙海方向去。顺势而望，伴随黑雾蔓延，已经看不到太古沙海的真容，唯有一座贯穿天地的石碑在黑雾深处若隐若现，而那黑雾形成的入口则是看不太清楚，因为在入口前竟有着一座巨大的城池将入口封锁住了。那城池巨大无比，只是大门便宛如2座大山，给人的感觉那就好像是通天巨人居住之所。除了巨大的外形外，建筑风格也是霸道无比，只是虽然霸道，可与太古沙海明显不符。而城池上面飘扬的一面面巨大旗帜，则是说明了这城池从何而来。欧阳天族，欧阳天族怎么没听过呀？远古的。龙城宇看向龙木城，毕竟龙木城见多识广，他想应该更为了解。这么多修武者都被拦住了，很显然是有实力的，必然是远古的。龙木城道：前辈，伪装一下，我去问问。龙城宇看向龙墨笑和龙墨川，龙墨笑随手一挥，结界之力便宛如金光倾洒而下，不仅是龙城宇，所有人的面容衣着都发生了变化。一起去看看吧，龙木城说道。随后楚风等人纷纷现身，穿过人群向那城池走去。枪！然而还未靠近，一把银色大刀便从城墙处飞出，落在了楚风等人的前方。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一跃而起，落在大刀旁边。那是一个身高体壮的大汉，他将大刀拔起，竟传来一阵强烈的震感。此人实力极强，因为有意无意间他散发出了气息，乃是9品真神。他肩扛大刀，鄙夷地看向楚风等人，想要进去要有实力。大汉道：怎么样算有实力？龙木城问。先问我的大刀答不答应？大汉话音落下，便想将大刀从肩膀移开，指向龙木城。哇！然而他还没来得及，便倒飞而去，狠狠地撞在了城墙之上。强大的力道竟将那城墙直接撞穿，城内的景象都能看到一些。是龙木城出手了，而他这一出手，所有人都是大为震惊。这是谁啊？这气势也太强了吧！难道说他突破到了真神的束缚？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人们自然感受到了龙木城的威势，但却感觉难以置信，毕竟天神终究还是太少了。而那大汉则是捂着肚子放声大喊：开门，开门！他也没有报仇的意思，因为他最能感受到龙木城的实力。他很清楚，他没死，且只是轻伤，便已是龙木城留守了。隆隆隆，伴随沉重的轰鸣，那宛如2座大山一般的城池大门也是缓缓开启。城门开启之后，大队人马从中走出，但却又分到两边，列队欢迎。为首之人更是亲自为楚风等人带路，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楚风等人不仅顺利进入城池之中，更是被带到了一座大殿之内。大殿很大，但人却很少，有着10几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，其中男女都有，看样子就知道都是小辈。而大殿尽头处则站着一名老者。诸位，是不方便露出真容吗？老者对楚风等人问道。他此话一出，龙墨川与龙墨笑不由互看一眼，他们可是9品真龙界灵师，而对方一眼就看出他们伪装了面容，
足以见得对方要么是有至宝在身，要么是借灵之术更为强大，确实不方便。龙木成道，若不方便，便回去吧。老者摆了摆手，我们若是不走呢？龙木成也不废话，直接将那天神境的威压释放而出。可那威压还没来得及覆盖殿内之人，便被另外一股强大的威压给挡了下来。是那老者。此时老者衣衫猎猎作响，胡须与长发更是乱舞，但其面容与目光却是异常淡定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对方不仅也是天神境强者，并且绝对是见过世面的存在，这让龙木成也是没了绝对的底气。这欧阳天族远比想象的更为强大。老夫名为欧阳明长，乃欧阳天族护族长老，我族已是坦然相待，若诸位觉得我们不配见你们真容，那也便恕我欧阳天族无礼了。老者并没有继续出手，反而是冲着龙木成抱了抱拳。见对方并未刁难，反而有些礼数，龙木成大袖一挥，将伪装之力散去，露出了真容。而楚风等人也纷纷露出真容。这一刻，那群小辈中的几人同时指着楚风大喊起来：楚风！他是那个楚风。就连那欧阳明长目光也是微微变化，淡淡一笑，难怪不肯露出真容，情有可原了。显然他们都听闻过楚风之事。楚风，我擦，是真的吗？你真是楚风啊！2名女子以及3名男子瞬息间便来到楚风近前，将楚风团团围住。但他们不仅没有丝毫不敬，反而目光炙热。女子也就罢了，男子竟也如此，名气很大，就是不知是真材实料还是浪得虚名。不远处，一名满脸络腮胡的男子开口，他抱着胳膊，趾高气昂地审视着楚风，其身后也跟着10名小辈，态度与那络腮胡相同。见楚风目光投去，那络腮胡便向楚风走来，靠近之后整齐停下。络腮胡一个冷冽的眼神扫向那几个围着楚风的男女，那5名男女也是脸色变化，赶忙从楚风周围退回到了络腮胡的身后。此刻，一个殷勤的男子走到络腮胡身旁，对楚风等人说道：这位乃是我欧阳天族当代最强之人，名为欧阳狂飞。那殷勤男子话音落下，满脸络腮胡的欧阳狂飞也是开口：你们来这里是想挑战太古沙海吗？络腮胡问道。是。楚风道：与我一战，赢了放你们进去，若是赢不了，你也不用进了，根本没资格。那欧阳狂飞说话间，将气息释放而出，他乃一品真神。楚风刚要开口，龙成宇便站到了楚风身前：与我兄弟楚风交手，你还不配？先过我这一关。话音落下，龙成宇那一品真神的气息也是横扫而出，强大的力量，除了欧阳狂飞之外，欧阳天族的10几名小辈皆被震得连连后退。这还是欧阳狂飞及时释放威压，挡住了龙成宇的力量，否则那10几名小辈将被直接吹飞出去。这便是真神之威。哎呦，有点本事啊！你叫什么啊？发现龙成宇的修为后，欧阳狂飞第一次正视龙成宇。不是，你知道楚风，不知道我呀？我这么不受关注吗？龙成宇问。闻言，欧阳狂飞目光变得认真，重新审视了一下龙成宇，但他真的不认得，于是眼珠子一转，随便给出了一个猜测：莫非你是仙海鱼族的仙海少羽？得，别废话了，出手吧！龙成宇将袖子挽起，便要动手。他打算狠狠教训一下这个无知的远古种族。别急，咱们只是切磋，还是定下一些规矩，不用武界，不用神兵，下手也不要太重，你看如何？欧阳狂飞问。可以。龙成宇应下。于是欧阳狂飞看向那位老者，老者心领神会，大袖一挥，一个方形铁盒丢出，铜盒阵法萦绕间快速变大，最终落在大殿中心，形成了一个宛如铁笼一般的空间世界。而通过铁笼缝隙也能够看到内部的空间，蓝天白云，山川江河应有尽有，宛如一个独立的世界。请。欧阳狂飞话罢，便踏入其中，龙成宇也是紧随其后。轰！刚刚踏入其中，2股强大的武力便宛如2道海啸巨浪，开始相互冲击。不用武界，不用兵刃，那便只能是最纯粹的武力以及拳脚的对决。起初2人都尝试用武力压制对方，但却发现难以做到，于是干脆近身交战。是龙成宇率先靠近，飞掠之时调整身形，一脚踹向欧阳狂飞的右腿。这一脚若是踹中，必然会直接将其踹成2段。但欧阳狂飞反应迅速，左脚原地不动，腰身一转，那被龙成宇瞄准的右腿便化作一记回旋踢，不仅躲开龙成宇的飞踹，反而一个转身后正面扫向龙成宇。龙成宇显然没有想到对方反应如此迅速，躲闪不及，只能以双臂抵挡。砰的一声，阵法世界内的空间都是裂痕漫天，龙成宇无法卸掉强大的力量，从高空奔着地面快速坠下。但欧阳狂飞则是不给龙成宇留有余地，从天而降，宛如流星一般向龙成宇追赶而去。不要留手，将修为提至最强。楚风赶忙暗中传音于龙成宇。只是短暂交手，楚风便知道这欧阳狂飞的速度与力道其实与龙成宇相差不多。
可他的反应力以及观察力，包括近身交战的技巧，却远在龙成宇之上。这种境界的修武者，大多苦心钻研武技，或者对兵刃的运用。赤手空拳近身交战，少有人去练习，因为太不实用。可这欧阳狂飞则是不然，他明显是专门修炼过的。表面上说不用兵刃，不用武技，是为了切磋留手，实际上是完全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，定下了一个极不公平的规则。这个时候，龙成宇要么破坏规则，要么出其不意。可破坏规则相当于认输，因此便只能出其不意。龙成宇也深知这个道理，得到楚风的提醒后，还未落地，修为便连续提升。磅礴的龙族气焰爆发之际，快速的从1品真神提升到了4品真神的地步。轰！可伴随一声轰鸣响彻，龙成宇快速落在地表之上，落地之时更是龇牙咧嘴，胸口遭受了重重的一拳。是欧阳狂飞。此刻他额头雷纹萦绕，雷霆铠甲附身，巨大的雷霆羽翼更是在其身后舞动。其修为同样达到了4品真神。他一直盯着龙成宇，察觉到不对，便也直接提升了修为，甚至提升的速度比龙成宇更快。这先机竟被他抓到了。不过他没有继续追击，而是在距离龙成宇只有10几米的空中看着龙成宇。你败了。哼！龙成宇冷哼一声，起身向外走去。他不是输不起的人，知道这种规则，继续交手也没机会，干脆直接作罢。兄弟，别气馁，虽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但我想对你说，败给我你不丢人，因为我是欧阳天族小辈第1人。欧阳狂飞咧着大嘴，十分高兴，旋即看向楚风。楚风，你来吧，让我见识一下当代最强天才的本事。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龙木西便开口挑战楚风，你还不配，我来。话罢，龙木西已向铁笼走去，可刚到入口，一只手便抓住了他的胳膊。是小鱼儿。姐姐，我来吧。小鱼儿嫣然一笑，也不待龙木西回答，便直接踏入其中。哟，是个姑娘，你叫什么？欧阳狂飞问道。先前楚风一行人，所有人都露出真容，小鱼儿的面容也变化了，但变化后的仍不是小鱼儿真正的模样。小鱼儿应该是使用了伪装的宝物，就连那老者也察觉不出来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楚风等人都能理解，他确实不方便暴露在这些人的面前，否则仙海鱼族小公主存活于世的消息必然将传播出去。打得赢我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小鱼儿说道。行，有个性，我喜欢。不过姑娘拳脚无言，被我打伤了，可别哭。欧阳狂飞肉擦着那沙包大的拳头，一脸的嚣张。哇！然而下一刻，他大嘴一张，鲜血夹杂着大量不明物体自其口中喷涌而出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小鱼儿已是来到其身前，那小拳头狠狠地击中了欧阳狂飞的腹部。一拳击中，小鱼儿竟又鬼魅消失，回到了先前站立的位置。而欧阳狂飞并未倒飞而去，可却双腿发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他疼得龇牙咧嘴，浑身剧烈颤抖，就连泪水都宛如泄闸的洪水，不受控制的疯狂奔流。可以看出，小鱼儿这一拳非常的疼。你他娘的！欧阳狂飞恶狠狠地看向小鱼儿，本想破口大骂，骂小鱼儿突然出手不讲武德。可当他到小鱼儿周身肆虐的强大气息之后，已经到嘴边的脏话便怎么也说不出来了。因为小鱼儿此刻散发的修为达到了5品真神。当然，这不是小鱼儿真实修为，他也是提升过修为的。可就算提升了修为，这个境界，莫说那欧阳狂飞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刮目相看。不止修为，他能一拳将欧阳狂飞打成那样，却又不将其击飞，这说明他的技巧也是极其出色。这位姑娘才是真正的狠角色。怎么，你不服？那可以再来一次。小鱼儿对欧阳狂飞说道。欧阳狂飞歪嘴一笑，旋即帅气的起身，同时擦掉嘴角的残留物，紧接着剑眉倒竖，怒目圆睁，大声喊道：我不服！见状，小鱼儿便打算再度出手，可那欧阳狂飞却将手指向了楚风。楚风，我不服你，就算那个姑娘击败了我，可我要挑战的就是你。她击败我不算，只有你能击败我，你才有资格进入太古沙海。闻言，小鱼儿眼中怒色不减反增，他可不愿忍受有人这般挑衅楚风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只手却落在小鱼儿肩膀上，是楚风已经进入铁笼之中。没事，让我来会会他。看到楚风那自信的眼神，小鱼儿也不多言，而是退到了一旁，但并未离开铁笼。他是为了防止以防万一。然而他很快便知道，他的担忧真的多虑了。只见楚风意念一动，磅礴的结界之力疯狂涌出，强大的力量竟引得那方空间世界天地变色，乌云漫天，电闪雷鸣，一念之间仿佛末日临世。最关键的是，楚风的结界之力明明是1品真龙，可那散发的战力却仿佛比先前小鱼儿那5品真神的气息更为恐怖。呵，见此情形，欧阳狂飞歪嘴一笑，旋即再度指向楚风。不愧是楚风，不用比了，你有资格踏入其中。